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两岸婚恋故事。说实话，这个故事听完后，连我这个见惯了各种婆媳关系的老红娘都忍不住湿了眼眶。我们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媳妇进门就是要适应公婆家的生活方式，尤其对于跨海婚姻的大陆女孩来说，嫁到台湾常常被视为高价，但同时也担心会面临种种不适应和文化差异。毕竟两岸分隔多年，彼此间存在着不少认知差距和误解啊。今天的故事主角小芳是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姑娘，今年28岁，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英语流利，长相甜美，是个非常优秀的大陆姑娘。而她的丈夫阿伟是台湾台北人，在半导体行业工作，家境殷实，是个有担当的暖男。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呢？说起来还挺有缘分的。3年前，小芳出差到台北参加一个贸易展会，阿伟的公司正好是参展商之一，两人在展会上偶遇，一来二去就聊上了。当时小芳就被阿伟的绅士风度和温润如玉的气质吸引住了。丽姐，说实话，我第一眼见到阿伟时，完全颠覆了我对台湾男生的想象。小芳笑着告诉我，我原本以为台湾男生都是偶像剧里那样，要么是霸道总裁，要么是奶油小生。结果阿伟既不油腻也不娘，而是特别踏实稳重的一个人。展会结束后，两人就保持联系，开始了长达1年的两地恋。期间，阿伟几乎每个月都会飞到上海看小芳，而小芳也利用假期去台湾游玩，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就在两人谈婚论嫁时，小芳开始担心起来。最令她忧心的不是两地分隔，而是对未来婆婆的恐惧。丽姐，你知道的，我们在大陆有太多关于台湾婆婆的传说了。小芳苦笑道，说台湾婆婆特别精打细算，对媳妇要求特别高，动不动就拿出账本记录家庭开支，甚至会干涉夫妻生活。我越想越害怕，都快不敢嫁了。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两岸婚姻中确实存在一些文化差异和误解。在不少大陆人的印象中，台湾社会虽然发达，但普通家庭生活较为节俭，婆婆们精明能干且掌控欲强，媳妇往往需要面对更多的传统约束。而在台湾人眼中，大陆姑娘又是怎样的呢？不少台湾人认为大陆女孩比较势利，看重物质，嫁人就是为了拿台湾身份或者傍大款。这些刻板印象在社交媒体上被不断放大，造成了不少误解。事实上，这些年我接触过不少两岸婚姻，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多元，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关键还是看两个人的相处和两个家庭的融合程度。回到小芳的故事，在阿伟的再三保证下，小芳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去台北见未来公婆。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小芳回忆道，提前1个月就开始备战，上网搜台湾礼仪，学台湾腔，还特意买了很多南京特产准备送给未来公婆。甚至在去台北前一晚，我紧张的一夜没睡。终于，小芳踏上了前往台北的飞机。阿伟在桃园机场接到她，一路上不断安慰她，放轻松啦，我妈妈人很好的，不会为难你啦。尽管阿伟这样说，但小芳的心里还是打鼓。直到她见到了未来婆婆，一位60出头、保养得宜、笑容和蔼的台湾阿姨。小芳啊，终于见到你了。阿伟常常在视频里提到你，今天一见，果然是个水灵灵的好姑娘，快进来坐，别客气。婆婆热情地招呼她。这个开场让小芳稍微放松了一些。进门后，她发现阿伟家并不是她想象中的传统台式老房子，而是一套宽敞明亮的现代公寓，装修简约却很有品味。阿姨，这是我从南京带来的雨花茶和盐水鸭，还有一些小礼物，希望您喜欢。小芳恭敬的双手奉上礼物。哎呀，太客气了啦，不用这样拘谨啦。来，先坐下休息，我煮了一锅牛肉面，你们路上一定饿了吧？婆婆的热情似乎超出了小芳的预期，她还特意准备了牛肉面和一桌丰盛的家常菜，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吃饭时，未来公公也回来了，是个典型的台湾绅士，说话温和有礼，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气氛其乐融融，完全没有小芳想象中的紧张感。饭后，婆婆拉着小芳的手聊天，询问她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还说想去大陆玩，让小芳推荐景点。整个谈话过程中，婆婆没有一句打探小芳家庭背景或经济状况的话，更没有任何刁难的意思。小芳啊，阿伟跟我说你在外贸公司上班，英语很好呢，真不简单。现在大陆发展的这么快，你们年轻人有出息啊！婆婆由衷地赞叹道。这句话让小芳十分感动，她发现婆婆对大陆的发展变化有着真实的了解和尊重，完全不是她想象中那种对大陆有偏见的台湾长辈。晚上，婆婆特意安排小芳住进了精心准备的客房，床上还放着新买的蚕丝被和埃及棉床单，这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听说你们南京女孩子娇贵，睡觉要用好东西。婆婆笑着说，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说，别客气。那一刻，小芳心里的防备彻底崩塌了。她从未想过，初次见面的婆婆会如此体贴入微。第二天，婆婆早早起床，准备了丰盛的早餐，蒸蛋、烤吐司、手工豆浆，还特意做了南京人爱吃的咸豆浆和油条。我昨晚上网查了南京人的早餐习惯，希望合你胃口。婆婆笑着说。小芳差点感动得哭出来，她哪里是什么台湾婆婆啊，简直比亲妈还亲。接下来的几天，婆婆带着小芳和阿伟逛遍了台北的大街小巷，从101大楼到宁夏夜市，从故宫博物院到淡水老街，处处尽显地主之谊。最让小芳意外的是，婆婆对大陆的了解远超她想象。小芳，你们南京的鸭血粉丝汤真的很好吃诶，我上次去南京旅游，特地去秦淮河边尝了一碗，回味无穷啊。婆婆一脸向往地说，阿姨，您去过南京？小芳惊讶地问。当然啦，我和你公公这些年去过好多次大陆呢，上海、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每年我们都会安排一次大陆之旅。婆婆骄傲地说，大陆这些年变化真的很大，高铁那么方便，城市那么现代化，我们台湾人都自叹不如了。这番话让小芳彻底改变了对台湾人认知水平的印象。原来，像阿伟父母这样的台湾中产家庭，对大陆的了解并不像网络上传言的那样浅薄和偏颇。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对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有着真实的认知。在台北的日子里，小芳还发现了很多关于台湾社会的真相。第一，台湾社会确实很发达，但并非如有些大陆人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台北的房价奇高，年轻人买房也很困难。第二，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既传统又现代，他们保留了很多中华传统美德，比如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同时又吸收了不少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如环保意识、公共道德和法治观念。第三，台湾的婆婆们确实很会持家，但并不意味着对媳妇苛刻，反而因为自己也是女人，更懂得体谅媳妇的难处。小芳啊，我年轻时也是媳妇儿，知道做媳妇儿不容易。有一天晚上，婆婆私下对小芳说，你放心，只要你和阿伟好好的，我绝不会干涉你们小夫妻的事。现在不比从前，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老人家要学会尊重。这番话说的小芳热泪盈眶，她突然明白了，婆媳关系的好坏与地域文化无关，而在于相互理解和尊重。小芳和阿伟陪着父母逛了几天台北后，婆婆突然提议，不如我们一起去垦丁玩几天吧，台湾最美的风景在南部。于是一家人开启了愉快的垦丁之旅，蔚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和煦的阳光，还有婆婆准备的精致便当，一切都那么美好。在垦丁的海边，婆婆拉着小芳的手，突然说了一句让小芳终身难忘的话，小芳，谢谢你愿意嫁到台湾来，我知道你为了阿伟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亲人和事业，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和他爸爸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疼爱，让你在台湾也有家的感觉。那一刻，小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她紧紧抱住了婆婆，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傻孩子，哭什么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婆婆轻拍着小芳的背，安慰道。回台北的路上，婆婆又给了小芳一个大大的惊喜。小芳，我和阿伟爸爸商量好了，我们在台北信义区有套小公寓，本来是准备退休后住的，现在决定送给你们做新婚礼物。
你们小两口总要有自己的天地，跟长辈住在一起多不方便啊！这可把小芳惊呆了。要知道，台北信义区可是寸土寸金的精华地段啊！阿姨，这儿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小芳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你嫁给阿伟就是我们林家的女儿了。婆婆笑着说，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没地方住，还有老房子呢。这套公寓空着也是空着，不如给你们年轻人住。以后你们要是有了孩子，我和他爸爸还可以偶尔过来帮忙带一带，多方便啊！原来阿伟的父母在台北市区和郊区各有一套房产，市区的公寓是为了方便生活，郊区的是传统宅院，周末休闲时会去住。他们把市区的公寓送给小芳和阿伟，既解决了小两口的住房问题，又体现了长辈的心意。这在台湾其实很普遍，父母尽可能帮助子女解决婚后的住房问题，而不像某些大陆家庭那样养儿防老，期待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并照顾老人。天啊，这简直太美好了吧！小芳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我原本以为嫁到台湾会面临重重困难，没想到婆婆比我亲妈还亲。我回南京后，把这些事告诉我妈，连我妈都羡慕得不得了，直说我走大运了。看着小芳幸福的模样，我不禁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我也知道，并非所有的两岸婚姻都能如此顺利，许多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往往会在婚后逐渐显现。于是我问小芳，那你们婚后生活如何？有没有遇到什么文化冲突或不适应的地方？小芳笑了笑说，丽姐，说实话，刚开始确实有一些不适应，但都是小事，比如台湾人说话方式比较婉转，不像我们大陆人那么直接，饮食习惯也有差异，台湾菜普遍偏甜，我刚去时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慢慢就适应了。那婆婆没有对你的生活方式提出什么要求吗？我好奇地问，毕竟在我接触的案例中，两岸婚姻最常见的矛盾点就是婆婆对媳妇的各种规训，这正是我最感动的地方。小芳眼睛一亮，婆婆从来不干涉我和阿伟的生活，我们结婚后搬进了那套信义区的公寓，婆婆只在我们邀请时才会来做客，而且每次都会提前打电话确认。她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老人家不要随便打扰，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社会普遍推崇的干涉最少、尊重最大的家庭相处之道。在台湾，子女成年后的独立性往往比大陆更强，父母也更尊重子女的选择和生活空间。而且，小芳继续说，婆婆特别懂得照顾我的感受，比如知道我不习惯台湾菜的甜味，她每次做饭都会专门为我准备一些清淡的菜式。得知我喜欢大陆的火锅，她立刻去买了一套火锅设备，还上网学习川渝火锅的做法。说起来都是小事，但字字句句都是爱啊！听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台湾婆婆的细腻和智慧。其实，在我服务过的两岸婚姻中，台湾婆婆大多都有这样的特质，她们懂得尊重媳妇的个人空间，不会过度干涉小两口的生活，更不会动不动就与媳妇争夺儿子的控制权。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络？一个月见几次面？我问道。我们每周日都会去婆婆家吃顿团圆饭，平时通过视频通话保持联系。婆婆说不想打扰我们，但也不想让我们觉得她不关心，这种若即若离的距离刚刚好。小芳笑着回答，这也是台湾家庭常见的相处模式，每周固定一天全家聚餐，平时各自生活。这种模式既能维系亲情，又不会因为过度黏腻而产生摩擦。那经济方面呢？我听说台湾婆婆很精明，会管媳妇要孝敬金。我问出了许多大陆姑娘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哎呀，完全是误会。小芳摆摆手，我婆婆不仅不会问我们要钱，反而时不时塞钱给我们。每次我们去她家吃饭，临走时她都会悄悄塞给我一个红包，说是给媳妇买漂亮衣服。我一开始不好意思收，但她坚持说这是台湾的习俗，长辈疼爱晚辈是应该的。这确实是台湾的传统，长辈会定期给已婚子女零用钱，即使子女经济独立也是如此。这源于台湾社会深厚的家族互助传统，与大陆某些地区养儿防老的观念有着本质区别。不过，小芳话锋一转，我后来了解到，也确实有台湾婆婆会要求媳妇每月上交一部分薪水作为家用，
尤其是在那些与公婆同住的家庭。但这并非出于盘剥，而是台湾传统的家族经济共同体理念，所有家庭成员都需要为家庭经济做贡献。当然，这笔钱最终还是用在全家人身上的。小芳的分析相当准确，在台湾传统家庭中，确实存在家族经济共同体的概念，家中所有工作成员都会贡献一部分收入作为家用，由家中长辈统一管理。这与大陆年轻人追求的经济独立理念有所冲突，因此常成为两岸婚姻的摩擦点之一。那你们有没有因为两地文化差异而产生什么矛盾？我继续追问。毕竟隔行如隔山，两岸虽同根同源，但几十年的分隔难免产生文化隔阂。有是有一些，小芳坦率地回答，比如我刚到台湾时，有次在婆婆面前说大陆怎么怎么好，台湾怎么怎么落后，结果婆婆脸色就变了。虽然她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她不高兴。后来阿伟私下告诉我，台湾人很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喜欢被说不如大陆。那你怎么处理的？我好奇地问。我主动向婆婆道歉，并解释说我只是想表达大陆近年来发展很快，并不是有意贬低台湾。婆婆很大度，立刻表示理解，还说她也为大陆的进步感到骄傲。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避免两岸敏感话题，多聊些生活琐事和共同兴趣。小芳的处理方式相当明智。在两岸婚姻中，政治话题往往是最容易引发冲突的雷区。明智的做法是尊重彼此的身份认同，避免将个人情感卷入政治讨论。还有就是语言表达的差异。小芳笑着补充，刚到台湾时，我经常因为用词不当闹笑话。比如有次我说这个菜很好吃，我要多吃点，用了大陆常用的要字，结果婆婆误以为我在命令她。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会说我想多吃一点，表达方式更委婉。这正是两岸语言表达的微妙差异之一。大陆人习惯直来直去，我要你去这样的表达很普遍，而台湾人则更喜欢婉转表达。我想要麻烦你，可以请你这样的客气用语随处可见。其实，两岸最大的差异不在物质层面，而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小芳若有所思地说，比如台湾人做事喜欢温和渐进，而我们大陆人则追求快准狠。台湾人很看重生活品质和闲情逸致，而大陆人更重视效率和成就。那你觉得哪种生活方式更好？我忍不住问道。各有各的好处吧。小芳笑着说，大陆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高铁、移动支付、电商物流都领先全球。但台湾的生活节奏更慢，人们更懂得享受生活，社会氛围也更包容多元。如果非要我选择，我想说两种优点都可以兼得。小芳的回答充满智慧，两岸文化各有千秋，相互借鉴才是明智之举。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两岸年轻人选择跨海婚恋，他们看到了彼此文化中的闪光点，希望通过婚姻实现优势互补。婚后1年多，感觉如何？有没有后悔嫁到台湾？我问出了许多大陆姑娘最关心的问题，一点都不后悔。小芳斩钉截铁地回答，台湾的生活节奏很舒适，人际关系也很温暖。最重要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完美的婆婆，她不仅尊重我的生活方式，还处处为我着想，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除了婆婆，你觉得台湾社会对大陆媳妇的态度如何？我进一步问道。总体来说还是很友善的。小芳思考片刻后回答，刚开始认识阿伟的朋友时，确实感觉有些人对大陆人有刻板印象，觉得我们物质势利，但相处久了，他们发现我并非他们想象中的样子，态度就慢慢改变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聚会、出游。小芳的经历印证了一个真理，刻板印象往往源于无知，而真诚的交流是消除偏见的最佳途径。对了，丽姐，有个事情我必须强调。小芳突然正色道，很多大陆姑娘以为台湾社会不发达，台北的繁华程度不如上海、北京，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台北的确没有上海那么多摩天大楼，街道也没那么宽阔，但生活品质绝对不差，医疗、教育、社会福利都很完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很高。小芳说的没错。台湾虽然在 GDP 总量上无法与大陆相比，但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却处于世界前列。
台北的商业区和夜市繁华热闹，市民生活富足便利，医疗保险制度更是令大陆民众羡慕。而且台湾人很注重生活品质，小芳补充道，即使是普通工薪家庭，也会舍得花钱购买高品质的食品、服装和家居用品，宁可少买也要买好的。这点和大陆量大从优的消费观念很不同，这确实是台湾与大陆消费文化的一大差异。台湾消费者更注重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而非单纯追求价格低廉。大陆消费者则往往更加实惠导向，追求性价比最大化。说到生活质量，我最羡慕台湾的是医疗制度。小芳感慨道，全民健保覆盖面广，看病便宜又方便，没有大陆那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阿伟爸爸去年做了个小手术，自费部分只有几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000多元，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台湾的全民健保确实是其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亮点，为全岛居民提供了高水平、低成本的医疗保障。这也是许多大陆配偶嫁到台湾后最为欣赏的社会制度之一。当然，台湾也有不足之处，小芳客观地指出，比如年轻人的薪资水平普遍偏低，房价又高，小确幸成了无奈的选择。再比如社会节奏较慢，创业环境不如大陆活跃，缺乏像大陆那样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机遇，这也是近年来不少台湾年轻人选择到大陆发展的原因。大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创业机会，对台湾年轻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我和阿伟一直在考虑，是否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小芳透露，我们想利用两岸关系的优势，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做些跨境电商或文创产业的项目。婆婆得知后，非但没有反对，还十分支持，说年轻人就该有闯劲。婆婆的开明态度再次让我刮目相看。在我接触的案例中，台湾长辈确实普遍比大陆长辈更支持年轻人冒险尝试，更尊重子女的职业选择。丽姐，说实话，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早日怀孕。小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婆婆虽然从不催促，但我知道她很盼望抱孙子，而且我自己也想给阿伟一个完整的家，让我们的爱情结出甜美的果实。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教育问题？我问道，这也是两岸家庭常见的争议点之一，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小芳回答，计划让孩子在台湾和大陆两地都生活一段时间。台湾的教育更注重人文关怀和创造思维，大陆的教育则更注重基础知识和竞争意识，两者结合应该是最好的。婆婆也很支持这个想法，她说孩子能同时了解两岸文化是很幸福的事。小芳的规划反映了许多两岸家庭的共同愿景，让下一代成为真正的两岸融合者，既有台湾人的温润儒雅，又有大陆人的雄心壮志。丽姐，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小芳认真地看着我，两岸婚姻能否幸福，关键还是看两个人和两个家庭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我很幸运遇到了阿伟这样开明的丈夫和婆婆这样慈爱的长辈，但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去适应台湾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台湾人的思维模式，没有付出哪来的收获啊？我由衷的感叹，跨文化婚姻本就不易，能像你这样既保持自我又融入新环境，确实难能可贵。是啊，小芳点点头，我觉得两岸婚姻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让我们有机会跳出自己原有的思维框架，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去理解另一种价值观念。这种经历让我成长了很多，也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小芳的感悟道出了跨文化婚姻的精髓，它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通过相互理解和包容，两岸年轻人可以超越政治与历史的藩篱，建立起真正的情感纽带。最后，丽姐，我想对那些即将嫁到台湾或正在考虑两岸婚姻的姐妹们说，小芳郑重其事地说，不要被网络上的刻板印象左右。台湾婆婆并不都是传说中那样可怕，台湾社会也不是想象中那样落后。只要你带着开放的心态，真诚地融入当地生活，相信你也能收获一段美满的跨海姻缘。听完小芳的故事，
我不禁为这对有情人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两岸虽隔海相望，但血浓于水的亲情与真挚的爱情可以跨越一切障碍，在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的基础上，两岸婚姻完全可以幸福美满，甚至比普通婚姻更加丰富多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小芳的故事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和感悟。无论你是正在考虑两岸婚恋的单身男女，还是已经步入两岸婚姻的新人，都请记住，真爱无国界，真情无远近。只要彼此真心相爱，相互尊重，任何文化差异都能转化为生活的调味品，让你们的婚姻更加醇香浓郁。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